很多朋友生活中都有跟风买东西的习惯，如果是小件物品，决策失误也没啥，要么退货，要么损失点小钱。但如果是买家具、家电这类的大件物品，劝你要谨慎，因为一旦发现不好用，那就是进退两难，退货麻烦，运费高，放在家里占地又吃灰，就算想扔都嫌麻烦。这一期咱们就来盘点一下容易沦为大垃圾的8个家居大件，听劝咱就别往家里搬了。1. 上翻式梳妆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很多女孩子在装修新家时，都会在卧室的角落里给自己安排一个梳妆台，来弥补以前没有专门化妆地方的遗憾。但实际上大多数的梳妆台都超级难用，特别是上翻式的，坐着化妆看不清不说，腿还伸展不开，那叫一个不舒服。而且每次使用前还得把堆在上面的物品挪空，麻烦得很。更关键是化妆时手臂还没有支撑点，遭罪又心累。久而久之才发现，还不如去卫生间镜子前化妆来的省事和舒心。结果花大价钱搬回家的梳妆台就沦落为食之无味，扔掉可惜的生活家居大垃圾。2. 床尾凳，和梳妆台一样没用的，还有一个堪称卧室空间杀手的床尾凳，常年霸榜鸡肋家居榜首。很多朋友买它之前都幻想着可以用来放置脱换下来的衣服，坐在上面换鞋也很方便，但事实上这就是个伪需求。等到实际入住后才发现，对它的利用率根本不高，甚至是几乎为零。时间一长，就彻底沦为堆放杂物的地方，不仅让卧室显得更乱，打扫房间时也是超级碍事。实话实说，这个床尾凳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根本没啥用，尤其是小户型，还占地方。如果换衣服就随时挂进衣柜，脏衣服丢进脏衣篓，睡前读物和手机放在床头柜，拿取也更方便省事。试问一下，咱们买它何用呢？3. 跑步机，很多对身材管理不佳的人都企图拥有一台跑步机，就能让自己下定健身减脂的决心。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我劝你要冷静。事实上，大部分的家庭跑步机的新鲜期都超不过3个月，之后就统统被闲置，要么当家里的晾衣架，要么就是杂物叠放区。不信的话，买之前你可以去二手转让平台看一看，上面的跑步机几乎都是8、9成新的在转手，成交率还很低。所以真想要健身减肥，都不如饭后去楼下的小区、公园跑跑步，就算坚持不下来，起码钱包没损失。4. 空调扇，千万别被它的名字给忽悠了，这个玩意跟空调一点不沾边，完全没有制冷的效果，我愿把它称之为加了冰块的电扇。说白了，如果想让它发挥作用，就需要你每隔几小时就得频繁的更换里面的冰晶，不然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而且这个东西噪音还大得很，晚上开它吵得你根本睡不着觉。普通电扇的功能，价格还贵得离谱，千万别买。对了，它还有个孪生兄弟叫厨房凉霸，这个凉霸也一点不凉，冬天用不上，夏天吹热风，鸡肋得很。5. 洗烘一体机，说一个扎心的现象，市面上的一些洗烘一体机售价比普通洗衣机还便宜，你猜是为啥？很多人看到这种洗衣和烘干于一体的都会很心动，看着高级不说，还节省空间。但等到实际体验过才发现，难用到戳心戳肺，尤其是干衣功能。有网友吐槽，家里的洗烘一体机8公斤的容量，最多只能烘干3公斤的衣服，而且耗时还很长。就算是烘干袜子、内衣裤之类的小件，也得1个半小时打底。大件衣物想要烘干后直接就能上身穿的场景也根本不存在，烘干后的衣服都是皱巴巴的，有些面料还缩水严重。听到这些槽点，如果你还非要往家里搬，我也拦不住。6. 各种网红造型沙发，现在市面上的网红款沙发确实颜值出众，什么云朵、大黑牛、大象耳朵、钢琴键、帆船、像素沙发等等，多到数不胜数。讲真，这些沙发不论是造型还是质感都没有能挑剔的地方，摆在客厅里也很显气派。但说句良心话，也许会得罪人，等你入住后就会发现，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坐靠在沙发上，脖子没有枕的地方。因为这些网红沙发的靠背都很短，就导致休息时没有支撑你脖子的位置，所以一旦你在沙发上靠的时间久了，就会感觉脖子很疼。不信的话，你们就去试一试。7. 网红羽毛灯，卧室里装个羽毛吊灯，一定是各路小仙女最得意的装修设计，飘逸的造型，质感也是无可挑剔。如果你也心动了，我劝你别冲动，因为它的美感花期很短。时间一久，你会发现它的羽毛会由最初的白色到灰色，再到黑色，因为招灰是它躲不掉的缺陷，而且脏了你还不能洗，一旦勤快了，借用网友的话形容，就是鸵鸟毛，瞬间变身乌鸡毛，那叫一个惨不忍睹。不洗吧，灯光的光线还会越来越暗，就是个美丽的废物。8. 一堆清洁电器，但凡提到做家务，多数人都会摇头，即便是勤快的人也同样烦恼。
所以才导致市面上的清洁电器层出不穷，什么擦窗机器人、吸尘器、除螨仪，还有大件的洗地机、蒸汽拖把、扫拖一体机等等，多如牛毛。我家因为都不爱做家务，因此这些年几乎买了个遍。但有一说一，大多数的清洁电器并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好用，所以最终的结果普遍都被闲置。因此也奉劝大家入手前需谨慎。像我家目前还在用的，也就剩下个扫地机器人了，其他的电器都扔在角落里吃灰了。都说金厨银卫，想要提升家居幸福感，厨房才是应该花重金打造的地方。在我看来，厨房在设计上不仅要美观实用，同时还要考虑到便利性以及易清洁的特点。但是很多人因为缺少经验，在装修时未必会考虑得很周全，往往只有等到入住后才会发现哪些设计实用，哪些设计华而不实。本期小东结合亲身体验以及网友们的真实案例，给大家分享8个真正好用的厨房设计，缺一个都会觉得不够完美。1. 双饰面柜门。对于橱柜柜门，有人说肤感膜好看，有人说高光门好用，但真正体验过才知道，好看既好用的反而是价格最便宜的双饰面柜门。别看肤感膜柜门沉稳大气，但极易留下手印，遇到油渍更是超级难打理。再说高光柜门，虽说清洁不是问题，但表面易留划痕，在光照下会显廉价。对比之下，还是双饰面柜门优势明显，耐造抗刮，光照不褪色，价格还实惠。2. 厨房台面高低台。听劝，厨房台面有条件的都去做这种高低台，这个设计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它究竟有多实用。水槽洗菜区做90公分高度，灶台炒菜区做80公分高度，这样的台面高度设计，以后洗碗时不累腰，做饭时胳膊不酸，真的不要太舒服。3. 台面无挡水条设计。厨房台面做挡水条的意义，实际上就是为了遮丑。但你要知道，厨房空间是个重油污的区域，所以不管做任何设计，都要为清洁做减法。就比如厨房台面做无挡水条设计，不单单是为了美观，关键是胶缝2变1，后期的清洁工作瞬间减半。4. 厨房大单水槽。对于厨房洗菜盆是装单槽好还是双槽好，一直争议不断。有人说双槽一边洗菜一边洗碗更卫生，也有人说单槽容量大更实用。但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就是大尺寸的双槽一定会占用台面操作台空间，所以在我看来，还是单槽是最佳选择，起码不会出现双槽洗不下锅、水倒出现的情况。另外，再搭配个沥水篮，同样能兼顾一边洗菜一边洗碗的功能。5. 吊柜下方加装补光灯。这个小设计，很多人在装修前期都很容易忽略。经常下厨的人都知道，无论厨房的顶灯有多亮，只要人往灶台前一站，切菜和备菜区必然是黑乎乎的一片。想要家人有更好的下厨体验和光线，就要记得在装修橱柜前期，在吊柜下方加装感应灯带，不仅可以增加橱柜的氛围感，还能弥补缺失的灯光。6. 隐藏式柜门拉手。橱柜明装拉手不仅会拉低整体颜值，而且经过橱柜时还容易刮碰，特别是装在抽屉等分层较多的地方，会显得笨重，还占空间，不好清洁。因此，很多人都选择隐形拉手设计。但要避雷的是，不做 U 型型材隐形拉手，开关柜门容易把手割伤，很鸡肋。建议做那种柜门一体式的隐形拉手。7. 地柜留一个开放格。强烈建议在装修橱柜的前期，在台面下方留一个开放格空间，用来放小推车的地方。厨房小推车谁用谁知道，它的好，用来放一些不需要冷藏的常温食品，比如洋葱、土豆，还有调料用品等等。做饭时打开柜门，把小推车拉到身边，拿取物品超级方便。平时一关柜门还什么都看不见，一点不影响美观。8. 燃气热水器做隐藏。现在基本上家里只要开通燃气，都会选择燃气热水器。毕竟相比于传统的储水式电热水器，出水量更加充足，而且是即开即热的。但想要厨房更加美观，不显凌乱，建议可以把燃气热水器隐藏设计在橱柜中。推荐选择百叶门，兼顾颜值的同时也可以透气，没有安全隐患。当然，如果不是平衡式热水器，担心影响进空气的话，最好把热水器下方的隔板去掉，这样更加安全透气。中国家庭都有一日3餐下厨的习惯，厨房烟机选不对，那真的是很糟心。我家之前跟风买的油烟机，没用上3年，各种问题不断，吸力越来越弱，噪音大不说呀，一到饭点还总能闻到邻居家炒菜的油烟味儿。为了解决油烟的困扰，我花了3天时间查询了大量的资料，期间呢也对比了市面上多款热门烟机的型号，终于搞清楚了烟机到底该怎么选。
我总结了5条黄金标准，认真听完能让你少踩很多坑。1. 看风量，理论上来讲呢，风量是越大吸力就越好，所以呢咱们买大不买小，这是最基本的选购标准。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有2个执行标准，如果您的烟机是新国标，风量至少是大于等于7立方米为合格。如果是旧国标呢，那么建议选择大于等于22立方米以上的，这样即使是爆炒也不用担心跑油烟。2. 看风压，风压的大小它决定了邻居炒菜时油烟会不会倒灌进您家。很多人都搞不懂风压该选多大合适。其实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参考标准，就是用您家小区的总楼层减去您家的楼层，然后根据楼层差进行选择。不过呀，风压也牵扯到了新国标的问题。现在很多品牌呢只标注最大静压，不给风压了。所以呢，如果您家楼层差较大的话，就建议选择静压值在600帕以上的。3. 看自清洁，烟机的自清洁非常重要。如果清洁不到位的话，长期下来油污堆积，影响吸力不说呀，电机负荷增大，噪音呢也会越来越大。现在很多油烟机都打着免拆洗的旗号，实际上呢就是普通的水洗自清洁，光靠水流的方式进行冲洗，效果甚微。到头来呢，您还是要请人上门清洗，一次呢少说300-400块，遇到不规范的还容易拆坏机器。所以呢，不想踩坑的宝子们，建议认准搭载高温蒸汽洗功能的，才能更好的融化油垢。像我家新换的这台美的蒸汽洗 AK5 Pro， 就是因为老烟机堵住了，洗也要钱，干脆换这种蒸汽洗的了。这里呢有一个蒸汽洗的按键，打开之后，它先是110度超高温蒸汽溶解油污，再是超高压持续冲刷，把剥离开的油垢快速带走。而且呢，它采用的还是3D 多孔喷头。特点是高覆盖面无清洁死角，清洁后的效果跟新的一样，能保持油烟机持久大吸力。4. 看智能化功能，拥有智能化程度高的油烟机建议您优选，会大大的提高下厨的体验感。比如常见的烟灶联动、挥手制控，这2大功能就非常的实用。烟灶联动呢，就是打开燃气灶时，油烟机会自动的开启。这项功能呢，对于经常炒菜忘记开油烟机的我来说呢，是相当的友好了。挥手制控呢，是直接挥手就能控制油烟机的开关，也是很实用的。咱们平时洗菜做饭开关油烟机都是无需用手接触的，一顿饭下来，手和烟机都是干干净净的，省去了后期清洁烟机的麻烦。5. 看品牌售后，厨房烟机是耐用品，一用就是10年8年的，品牌售后同样重要。不建议您去选那些不知名的杂牌烟机，低价成本的杂牌烟机基本上是没有售后的，用坏了只能扔掉。所以呢，建议宝子们认准像老板、方太、美的这样的1线品牌，市场占有率高，品质和售后呢更有保障。最后推荐几款大家可以关注的油烟机型号，一是我家这款美的蒸汽洗 AK5 Pro， 顶侧一体形态，嵌入橱柜安装后效果特别好看。参数方面呢，它有23立方米大风量和1000帕的超大静压，平时猛火爆炒也不会跑烟。我家这个开放式的厨房也能轻松的应付。2是方太 F2， 形态都是跨界顶侧一体，比美的 AK5 Pro 多了一个风量。不过没有高温蒸汽洗的功能，颜值质感要好一些，两者的价差在2000左右，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进行选购。现如今，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之下，能够拥有一个舒适且高质量的睡眠环境，应该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毕竟，良好的睡眠质量不仅可以帮助缓解自身的疲劳，更能带来一整天的精气神儿。但是有一说一，影响睡眠的因素，除了床的质量以及卧室的整体环境外，其实床的摆放位置也是很有讲究的。关于卧室床的摆放，还流传这样一句俗语：床靠3面墙，家人病殃殃。虽然听上去有些迷信，但却是老一辈的经验教训。下面就带大家了解一下，究竟是哪3面墙不能靠着卧室床，到底有什么讲究？面对着卧室门的墙，为什么不建议卧室门是对着床的呢？咱们先抛开风水和很玄学的道理不谈，就是单从生活习惯上来说，至少有2大弊端，看看我说的对不对。1. 缺乏安全感。要知道，卧室房门也是一个房间的出入口，相信没人会喜欢躺在床上的时候，你的视野里有一个随时可能被打开的门吧，会缺乏安全感，对吧？躲着门睡觉，这也是人的基本本能。还有，家人如果进你房间，不管是拿东西还是做别的事情，你都会有一种他冲着你走过来的错觉，肯定会影响睡眠质量。如果遇到不喜欢敲门就直接进门的人，那后果更严重。睡眠被突然打断，惊醒后会让人莫名的精神烦闷、情绪低落，
睡眠质量不好，白天做事情也会导致效率下降。2. 容易着凉、感冒，开门的时候会带来一股风，这是常识。虽然风势不大，但咱们都知道，人在睡觉的时候是处于一种无防备的状态，这个时候再小的吹风也是非常容易受凉感冒、外邪入侵的。所以说，如果门是正对着你的床头的话，长期睡在这里的人容易头晕头痛，白天精神恍惚，做事情处理问题的时候也容易做出一些糊涂的判断。建议，如果你家卧室比较小，床无论怎么摆放，这个门都是会冲着它一点的话，咱们就尽量让这个门冲着床尾，而不要冲着床头，靠着窗户的墙。现在的住房只要不是地下室，卧室里都会有窗户，窗户不仅仅能够让室内空气流通，还能给房间带来温暖的阳光。那为什么床头不能靠着窗户摆放呢？咱们从房间布局和家装设计角度来说一说。我总结了，至少有3大问题不可避免。其一，如果是床头对着窗户的这种布局，第一个问题就是床头容易跟窗帘打架，这是不可避免的。那如何解决呢？要么就是只能做短款的窗帘，要么就是把窗帘强行塞进床头的那个缝里。但不论采用哪种方式都不是最佳方案，前者美观度不足，后者会导致窗帘脏兮兮的。其二，光照影响睡眠，窗帘只要有的缝就避免不了会漏光晃眼，长此以往就会引起神经衰弱等等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其三，是最容易被忽略，同时也是最要命的。如果床头太靠近窗户的话，冷空气、沙尘、雨水、噪音等都会第一时间干扰到休息。比如说前一天晚上还很热，咱们开着窗户睡觉，结果第二天夜间突然降温，一下子就会感冒着凉。还有晴天的时候开窗通风，人出门了，结果突然下雨，别人家可能只是窗台旁边湿了，咱们家就是枕头、床单啥的都没法要了。所以说，不管是从家装实用性角度，还是健康睡眠的角度，都不建议床对着窗户。建议，如果说咱们房间布局实在是局促，没办法调整，只能这么摆的话，给你2点小建议。首先，做好遮光，尽量选择透光率低的窗帘。其次，窗户开启扇，尽量选择内开内导窗，内导窗防雨水、防沙尘的效果更好。靠近卫生间的墙，为什么也不建议摆放床呢？如果说卧室床太靠近厕所的话，睡眠质量同样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比如下面这2点，很多人都感同身受。第一，噪音声太大。咱们都知道，卫生间里一般都有密集的下水管道，就算自己不用，也会有较大的水流声。偶尔一次没什么，天天听就是典型的噪音了。再有，如果卫生间隔音太差，半夜冲马桶还会给家人吵醒，搞不好还会吵一架。第二，异味和潮湿。毫无疑问，家里的卫生间不仅环境差，密封性也差，很多户型的卫生间还是暗卫，空气不能流通，所以即使是定期清洁打扫，也避免不了潮湿、异味、细菌等问题。尤其是床头对着厕所，很容易让卫生间的湿气传到床上，长期睡潮湿的床也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对我们的健康很不利。另外，床太靠近厕所，长期受卫生间异味和浊气的侵蚀，也很容易影响心情，导致身体状态不佳，容易生病。所以，作为卧室休息的床，自然要离靠近卫生间一面的墙，尽可能的远一些，也能避免各种不必要的麻烦。建议，如果说卧室布局避免不了床头靠着卫生间，那建议尽量做一个床头靠背，比如装饰背景墙或是柜体，这些都是可以解决床靠卫生间的避讳。如果是床对着卫生间的格局，建议加一堵假墙或是柜子，可以解决厕所门不直对床。综上所述，卧室床的摆放虽然看上去是一件小事，但却对我们的睡眠有着方方面面的影响。换句话说，家装无小事，居家过日子，有一个舒适的环境还是很有必要的。根据家居风水建议，床的摆放相对选择一个干净且阳光充足的位置，更有利于营造一个健康和积极的氛围。房子装修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期间还会面临各种选择题，毕竟每一项装修决定都会关乎到日后的居住体验。但是实话实说，有些产品和装修设计，装与不装，好像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让人纠结不已。比如本期分享的这5个装修决定，装了的和没装的人都很后悔。那到底要不要装？或许看完网友们的真实反馈，对你会有所帮助。1. 打通阳台。不可否认，打通阳台后会让客厅变得宽敞又明亮。
同时还能收获最大程度的通风和采光。近些年确实受很多家庭的青睐。没打通阳台的后悔，网友艾特仗剑走天涯。当初觉得客厅地方够用，拆除推拉门也嫌麻烦，就没打通。等入住后就后悔了，东西越来越多，这个推拉门确实碍眼，客厅显小拥挤不说，光线也很差。打通阳台的也后悔，网友艾特都有啊。看到邻居家装修，打通阳台后，客厅是真的显大，而且空间也通透，毫不犹豫选择跟风。等住进去，真正体验过才知道它的坏处。夏天热就不说了，冬天的阳台是真的冷。小东建议打通阳台，客厅宽敞，视野通透是它的优势，但少了推拉门的阻隔，冬天冷，夏天热也是它的弊端。所以还是建议要根据自己家的实际需求做决定，不要盲目效仿跟风。2. 柔光砖。柔光瓷砖和亮光砖相比，亮度低，不存在光污染，与哑光砖相比，表面光滑，更好打理。因此这些年在家装行业非常盛行。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爱吃橘子，当初一心想要铺柔光砖，结果被家人劝退，说柔光砖不好打理，最后无奈选了亮光砖，真的好后悔。没有质感，冷冰冰的，稍有不慎就变成出租屋。原本家里装修的挺好看的，全毁在瓷砖上了。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艾特一颗小米粒，装修选了柔光砖，多少有些后悔了。质感突出，颜值出众是真的，但超级显脏，不耐脏也是真的。怎么形容呢？但凡有点灰尘和毛发都尽收眼底。还有一步一个脚印，好真实，好贴切。入住1个月以来，基本2天一打扫，已经从最初的热爱到极度崩溃了。小东建议素色柔光砖，高级耐看且不反光，特别适合奶油风或无主灯装修。虽说有些不耐脏，但好打理。说不好打理的，大概率是选了便宜的柔抛砖。切记，柔光砖想要不踩坑，要选纹理少的肌肤釉或天鹅绒釉面的。3. 智能马桶。什么自动翻盖、自动冲洗、座圈加热，随便一项功能和体验都吊打普通马桶，也被年轻人称为提升幸福感的家电之一。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冷眼旁观的二当家，当初装修也没考虑要装智能马桶，所以也没给马桶预留电源。但上次偶尔间去同学家用过智能马桶，瞬间感觉普通马桶不香了。不用你用手翻马桶盖，不用你按冲水键，在上面坐圈还暖暖的，超级舒服。装了的人后悔，网友艾特生活碎碎念，我家花7000大洋买的智能马桶，感觉就像个傻子马桶，这钱花的真冤。你能忍受，只要有人经过，它就翻盖，坐在上面你稍微动一下，它就冲水，天天就听它，看它在那表演。还有一次喝醉了，在智能马桶上吐，他就一边冲水一边用马桶盖拍我的头。小东建议智能马桶到底好不好用，答案是肯定的。有些人担心太智能体验感不好的，建议选半智能的，除了是感应翻盖、手动冲水，其他功能几乎一样，而且价格也便宜，2-3千元就能入手。4. 吊轨推拉门。厨房的新式吊轨门不仅是高颜值，而且地面无轨道，自然不存在卫生死角，也不用担心走路绊脚的问题，所以近几年也风靡一时。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都小妈在装修，当初没装吊轨是感觉吊轨的门不太稳定，家里有小孩不安全，就选择了地轨，但没入住呢，这个轨道就被各种不明东西刮得掉漆到惨不忍睹了。另外拖地也不好拖，必须拿抹布一个轨道一个轨道的擦，真的后悔死了。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艾特6味地黄丸吊轨门用了2年，后悔了。讲真，它并没有想象中实用，密封性一般，炒菜时油烟外漏，隔音也不好，稳定性也不如地轨门，推拉次数多了就会出现晃动的情况。还有不耐用也是真的，推拉不顺畅，卡顿出了问题，有些配件还只能换新，不能维修。小东建议，其实地轨和吊轨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吊轨门颜值高，卫生好打理，地轨门稳固性高，更实用。到底选哪种就看怎么取舍了。个人建议选极简地轨，既兼顾美观、好打扫又安全稳固。5. 卫生间壁龛。卫生间做砌墙壁龛可以增加空间利用率，而且拿取洗漱用品也方便省事，视觉上也起到一定的装饰效果。没做壁龛的人后悔，网友艾特大幅的价，我家卫生间本就不大，考虑到做壁龛还得砌墙，担心压缩面积，就放弃了。也觉得家装置物架不美观，就让瓦工单独砌了3个隔板，结果是又丑又不好用。做了壁龛的人也后悔。网友艾特装修中的中年妇女，我一直以为壁龛就是在墙上掏个洞，没成想还要增加一堵墙。本来卫生间宽度就小，这下洗个澡想转个身都费劲，后悔也晚了。还有，除了好看这一个优点，其他都没啥卵用，积水积灰难清理，还浪费材料多花钱。
小东建议，卫生间做壁龛其实优点还是比较多的，合理利用卫生间死角，增加储物空间，洗浴用品拿取方便，不占地方。但壁龛一般都是包下水管顺便做的，不建议单独砌墙做，尤其是面积小的卫生间，还不如装置物价实用，性价比高。在小东看来，装修没有十全十美的，不管是哪个装修决定，都会有各自的优缺点。面对不同的情况，大家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做取舍，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家庭的清洁工具越来越多，有洗地机、吸尘器以及扫地机器人。那这么多的一个清洁工具，到底买哪个？到底该怎么选？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么本期小东就和大家讲讲这3种不同的清洁工具如何选择，日常该怎么使用。1. 扫地机器人属于人工智能的一种家用电器，自动在房间内完成地板清理工作，可以解放双手。优点：扫地机器人可以建地图，不用自己动手扫拖一体，对于地面的灰尘毛发清理特别有效，尤其是家里的床底、沙发留的缝隙太小，这个时候扫地机器人就特别方便。缺点：仅能处理平整的地面，处理一些干垃圾，对湿垃圾清洁能力较差。其次，如果家里有高低台区域或楼梯，没办法越障，就是经常会有被卡住的情况。还有充电时间长，工作续航能力差，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奔着再也不用人工擦地了去买的扫地机器人，然后会吐槽说打扫有盲区有死角。虽然很智能扫吸拖一体，但是这个清扫的质量和水平跟人工相比还是有差距，隔一段时间还需要人工彻底的打扫一回。说扫地机器人鸡肋的主要原因就是你没把扫地机器人的工作性质真正的搞懂。总结一下，扫地机器人给它定个性，它只能是家里地面卫生的保持工具。扫地机器人功能比较单一，比较适合没有时间和精力的年轻人，比如早上定时把扫地机器人打开就去上班了，回到家里地面倍儿干净，心情也舒畅。小东建议，扫地机器人技术发展到今天，一般来说只要不是杂牌或价格太低的产品，其实清洁程度都差不多，建议选购价格在2-3千左右的就可以。参考品牌科沃斯、石头、米家、云鲸等。关键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参数需要关注，比如导航及路线规划、避障方式、吸力大小、清扫和拖地方式、电池续航及回充方式等。2. 洗地机干湿垃圾都能同时清理，刷子通过旋转和地面摩擦对地面起到清洁的作用。优点说简单点，就是不用纯人工洗拖布、纯人工拖地，它吸拖洗一次完成，而且它有动力自动向前，你只需要把一点方向就可以了，就可以把地擦得非常干净，而且对地面的重度油污或油渍等清洁能力特别强。缺点机身笨重，清扫场景会受限，水箱需要及时补水和清理，废水箱里的杂物长期不清理会产生异味，噪音普遍比较大，受限于滚刷设计，会有一定的清洁死角。所以洗地机的定性是地面强力清扫工具，它打扫的干净程度、完整程度甚至超过纯人工打扫，但是它全程需要人工操作使用，也就是它只能降低你擦地的劳动强度，但是离不开人。总结一下，人工操作洗地机能相对轻松的把地面擦得非常干净，但是你不能天天擦，一般来说是1周擦一次，那么这个地面其实是一天比一天脏的，你的居家体验其实是日益下降的。而扫地机器人真正的用法和价值是，当你用洗地机很轻松的把地面打扫得非常干净之后，扫地机器人自动的每天1次或者几次把地面清扫的像你刚擦完地一样干净。小东建议，洗地机建议还是购买知名品牌，产品技术稳定成熟，比如天可、必胜、石头、西屋、国宝特等。选购时要考虑这4个核心参数：清洁能力、续航能力、水箱容量、杀菌方式。至于一些高级的附加功能，很多时候根本用不上，没必要多花钱交智商税。3. 吸尘器主要以清洁灰尘毛发等杂物为主。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就是如果买了扫地机器人或者洗地机，还有必要买吸尘器吗？首先说明一下，这3个清洁工具根本就不用相互替代。这个扫地机器人和洗地机，它们只能在地面上使用，它上不了沙发，也上不了墙。像家里的沙发缝隙，还有天花板的蜘蛛网以及空调的出风口等，没有吸尘器根本就不好打扫。所以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非常有必要买个吸尘器，尤其是养宠物或者掉发的人家。小东建议，一般家庭建议选择有线吸尘器，不建议大家购买无线吸尘器。别看这个东西很火，但是它是给汽车发明的，用来打扫家庭卫生的缺陷非常多。最大的弊端是续航时间短，即使是很多大牌续航也不到10分钟。其次，储存量也小，你总得去倒垃圾，特别麻烦。而且
你要打扫高的地方，它机身特别重，2公斤左右，快赶上哑铃了。最关键的是贵，普通的无线吸尘器700-800就买个不错的了，就算是高端也就在2000左右。但是你花这个钱买个无线的，还真买不到好产品。而且无线的还占地方，你必须得规划一个有点的区域，然后给它立在那充电。无线的就无所谓了，你想塞哪塞哪，拿出来插上电就能用。结束语，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3种全上，清洁家务肯定也会更方便。如果没条件非要选一个的话，我给你排个序：吸尘器大于扫地机器人大于洗地机。吸尘器的功能比较多，而且使用很方便，所以肯定是家庭清洁电器的首选。其次，建议选择吸尘器和扫拖机器人组合，这样既可以打扫任何地方，又适当可以解放双手。如果你本身就是不爱做家务的人，洗地机的使用频率就不会太高，毕竟使用时很费力，而且整屋清洁效果也不是太理想，加上价格较贵，综合性价比不高，所以不是很推荐。